填补一下上期的坑，使用合约网格在比特币震荡行情中，机器人开设仓位，这是我具体的收益图，仓位仅1/4，杠杆为5倍。乍一看还是挺好的，但需要仔细分析一下，这样的策略是否适合震荡行情的最优选。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比特币最新行情，通过技术面和基本面，让大家有一些很好的市场意识。首先是比特币的基本面分析。昨天晚上8点半，美国政府公布了最后一组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数据，就是美国的 CPI 指数。这组数据显示和预测的话是一模一样 2.9， 短线带来金融市场有一点点的失望，主要原因就是前天的 PPI 数据，也称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。那么最新公布值是 2.6%， 同期相比预测的话是 3.3%， 低了 0.7百分比。因此，不少业内人士怀疑美联储会不会在今年进行4次降息，因为板上钉钉的话就是9月份的这一次降息、10月份的降息以及12月各一次，现在是3次，炒作空间的话就是4次，所以任何未来的信息要炒作利多金融市场的，一定是往3次以上这个数据去看的，否则的话，当下来讲，利多的消息呢已经被慢慢市场中化了。我们来到比特币的技术面分析。昨天的日线呢还算是不错的，我们发现它是一根比较大的阳线，而且最后收线的位置呢是前面高点的上方，这个样子呢会觉得接下来这个下面是一个背饼的一个形态。今天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回踩，不过回踩呢还没有达到前面2天高点的位置，那目前来说没有跌回来，是不是算是一个背饼的突破，开启了反弹？那目标点位在什么位置呢？是不是准备要加速发车了？接下来我们需要留意哪一些观点呢？斐波那契0.618潜在反弹区这一位置，确实极多的人关注的一些大佬朋友身边的人都这样说 ，M 顶跌破，然后呢2次在这个位置进行确认，这是要开始追空的意思吗？我们按照基本面去推演，这一个位置来看，自己倾向于什么呢？如果当下来讲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，那上涨的空间也许是到达118000、119000美金，那119000我觉得确实是大概接近这个最大阻力区间了，12万美金。比特币已经正式突破了 M 顶的颈线，这个位置呢也是相当重要的支撑，阻力互换位为112000，那同时呢也是突破了下三角的一个楔形，那这个呢是一个结构方面的双突破。之前的视频呢我们是非常关注10.0800附近的这个短期持有者的均价线，就目前来讲呢，短期持有者的均价线已经涨到了11万的位置。为什么判断108000可以撑住呢？因为从链上数据来看，现在依然是处在牛市。如果还是牛市的话，那过往牛市进程当中，当价格短暂触及短周均价线之后呢，都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反应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好像没有像上次比特币跌到98000那样附近来，就反应来的那么快。它在108000的这一个附近磨蹭一段时间之后，积累了足够多的空头动能，再往上去进行上面反弹。整体呢，接下来我们还是一个大的看涨的预期。那目前来讲呢，比特币在日线级别方面，它的 MACD 和 RSI 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金叉状态。尽管呢已经涨了这么多天了，我们可以看到 MACD 的这一个快慢线还是在水平线以下。短期来看的话，涨幅趋势不明显，即便它要上涨的话，也要去填补 CME 的缺口。那117000在这里呢，也是后面整段跌到107000的整一个起跌点的位置。筹码分布的角度上面来看，117000呢也这边集中了大量的一个比特币的筹码分布量最大的一个区域，所以呢这里的抛压是会有一点重的。当然，比特币现在还没有摸到117000，它又开始往下回调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积累空单的一个动作。目前呢，比特币在这个上涨通道的上边缘处。那现在呢，开始承压遇阻回落，4小时级别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顶部模型，同时会有一根流星线。包括我们来看4小时级别的 MACD， 还有 KDJ， 很多观众也不知道 KDJ 是什么指标，我们这边给大家那个科普下吧，它其实就是随机指数了，这里去进行到一个添加，然后我们会在下方看到它的指标。现在呢，已经是到达超买区间之后开始汇合形成死叉 ，MACD 呢这方面多头的一个动能柱几乎也是要快走完了，看起来要由空头来进行接管了。包括从1小时级别线去看的话，也是一样的。同样的顶部模型，那接下来呢是比特币回调接多的一个预期，特别是在昨晚 CPI 数据公布之后我们期待是它可以来到112800这个附近来补足一下前面缺失的这些缺口。但是呢，它在113300这里也是一个支撑阻力的互换位，
在这里呢就差不多开始进行止跌了。接下来如果比特币继续进行回调的时候呢，11300这边的话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支撑，并且大家在这里多次成为阻力点位，当价格上涨之后呢，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支撑点位。那另外比较极限的位置的话，就是我们会看向108000的附近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指标平台更新了最大限度的一个支撑点位是19590，那最大的阻力点位是11900，几乎落在了12万区间范围之内。因为结合这张图表来看，比特币要突破，短期之内突破12万，看起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同时新增了一个指标谷歌趋势那这个趋势的话要怎么去看呢？我们这边点击一下 value， 我们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图表当中绿色指数越高，热度就会越高，目前处于低点潜在的一个底部。同时在 Telegram 群组当中，我们也更新了比特币的清算关键位，这里是不同的时期，然后以及是对应的支撑和压力点位。还是那句话，短期多空博弈区间，请注意市场的波动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，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。再者是去购买 Xcopy，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，解锁 SO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。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，数字盲盒体验金福利。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，享受我们提供的最高手续费减免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直通车，有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，最高的现货比例，赶紧注册起来。我们也建议大家，如果要拿到更好的结果的话，可以使用 SPower 整浏览器。SPower 整浏览器9月大促，超级羊毛，享最低折扣，吃福利加码，拿好礼相送。活动时间是9月1日到9月30日。活动包含套餐聚会，年付套餐享 4.8 折，史前最低，新增540天套餐享 4.2 地板价，还有季付7折，半年付 6.8 折，供需选择。新人首次订阅30天以上套餐，立返 50% 赠送金，封顶$30。如果您是使用我的注册链接，付款时自动享受 3% 的优惠，年付 4.5 折。满额礼包，单笔实付满600刀可以获得200京东一卡1张，还有机会参与抽奖，赢取 iPhone 16手机一部。